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国频道，我是 Ace。本期视频 Ace 将为大家带来2026年二季度 RKLB 财报前瞻 Preview，告诉大家 Ace 对这次财报的期待和看法。内容会涵盖二季度直到今天 RKLB 收到的各种订单，它的细节的一个整理，以及对于市场上现在质疑 Neutron 中子火箭进度过慢，我将为大家对比中子 Neutron 和其他两家非上市太空公司，包括 Relatively Space 相对论和 Stoke 他们的中型火箭孰优孰劣，它们各自的 specification 有什么不同，以及目前的进度有什么不同。那么视频还会提到 RKLB 的估值，以及目前 Ace 本人对于投资 RKLB 和 SpaceX 这两家公司的看法，他们的仓位配比，很多的内容。视频开始之前呢，想让大家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叫做 situational awareness，相信大家都听过，为什么？因为刘波Leopold 这位非常著名的基金经理，他的基金从几亿美元翻到几百亿美元。然后呢，前一阵传出爆仓了，怎么样，反正闹得是是非非。我提 situational awareness 是因为刘波在去年吧成立基金之前，他就发布了一篇名为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论文，160多页。那么今天想和大家说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动态感知或者是局势感知吧。其实和刘波他的论文没有太大关系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在动态中去感受新的事物，这是直白的翻译啊。具体可以理解成3个意思吧。第一层意思就是你要有 perception，你要去感知、理解一些信息。说白话，你要去获取信息。第二层意思就是 comprehension，你有了 perception，有了这些信息之后，你要去理解，对吧？从表面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它内化成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表面的或者是别人的想法。那么第三层就是 projection，有了这些知识，有了你的理解，你再去做预测。那么这3个层面，从 perception 到 comprehension 再到 projection 预测，其实正是 Ace 对于像我非常仔细追踪的公司，类似于 SpaceX 或者 RKLB 这样的公司，我在做的事情。我对他们的观点绝不是某些网友强调的，是在做自我的，就是很主观的正面强化，或者是有的网友说，我对 RKLB 的投资陷入了一个所谓的循环，就是我总觉得它会进入下一个波浪，就是在麻痹自己。我想说，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屏幕前的你们在看这期视频，对于你们喜爱的或者是想长期持有的股票，就类似于我自己的 SpaceX 或者是 RKLB，或者是早前的特斯拉等等吧，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到 situational awareness，我们要持续关注它在最近一段时间它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代表着什么，然后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预判。Ace 从来不羞于或者是不害羞去做预判，对吧？我经常把我的预判告诉大家，我也经常去通过自己的预判做一些操作。当然了，我是左侧选手，所以一旦跌下去就会一直买。通过以上的分享，Ace 是想告诉大家，我对 RKLB 它的追踪正是像 situational awareness 这个模式。了解最新的信息，做出自己的解读，最好是第一时间解读，然后分享给我的会员朋友们，然后呢，做出自己的预测。所以呢，并不是固步自封，并不是抱着陈旧的投资观念一成不变，对吧？在这里呢，我也想简单宣传一下，我最近在 X 平台开通了会员服务，也就是 X 平台的 subscription。那么，如果你之前没有成为我的会员，但是你经常使用 X，也就是以前的 Twitter，欢迎在上面追踪我，并且考虑成为我的 subscription 会员。我会每天发布针对只有会员才可以看的帖子或者文章，同时呢，每周会在上面做一个 space，也就是语音聊天，和在 X 平台 subscribe 我的朋友进行一个对话。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加入了，非常感谢你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朋友加入。OK，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第一部分，我为大家总结了 RKLB 近期订单，也就是一季度之后，从4月一直到8月，包括4、5、63个月属于二季度这个财务季度，以及7月份一直到8月几号吧，属于三季度这1个多月，总的8笔重要的订单。包括订单日期、授予方是谁、内容是什么、可以计入多少 backlog 金额，以及我的假设。我们快快的看一下啊。4月9号 ，IQPS 3次电子发射，假设每次800万吧，那么就是2400万。紧接着5月7号，2个大的合同，这正是在一季度财报当天宣布的。其中第一个5次中子加3次电子，这是史无前例第一次啊，中子电子打包一起购买，不知道客户是谁啊？但是假设中子是6000万每次，电子是800万每次，加起来就是3.24亿美元。请注意啊，这是我自己的预估，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这么大的金额，但是按照这个假设吧，就是3亿美元左右。还有就是下方5月7号同一天 ，Anduril 3次 Haste 电子高超音速试飞，每次是1000万，这是官方披露的，确定的，总金额就是3000万。接下来5月还有一个太空军 SSC 2颗 GEO， 也就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官方披露总价值90个 million，9000万。进入6月，来自 NASA 的订单3次电子发射，假设每次1000万，因为是来自政府的，我算的比较高啊，1000万，就是类似于 Haste 的这个超高音速的发射价格，也就是3000万。7月2个订单，太空军12次 Haste 亚轨道发射，另6次追加权另计费，所以这样算下来是266 million， 2.66亿美元。然后7月30号又是3次 IQPS， 2400万一样的。然后就是进入到8月了，最新的这个太空军的超级大订单，3.97亿美元，接近4亿美元了啊！包括 Neutron 的发射，包括 Flatellite 这个扁平化卫星的制造以及运营，端到端一体化。请注意，这也是 Flatellite 去年发布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订单。以上的订单呢，不只包括 Electron 电子火箭，还包括尚未商业首飞的 Neutron 火箭，不仅包括 GEO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制造，还包括 Flatellite 它新发布的这个扁平化比较小的卫星近地轨道卫星的制造和部署，非常的多样。政府既来自商业，也有来自军方的，当然是以军方为主。而订单金额有好几次特别大，包括2点几亿、3点几亿，甚至接近4亿美金的订单金额。那么这8笔合计的 backlog 达到了约12亿美元，当然不能所有的都算入二季度，因为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是7月，有一些是8月，按道理属于第3季度了。按照这个假设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推算。那么我在下图为大家讲解整个 RKLB 它的 backlog 的变化。这张图柱子的高度代表的是 RKLB 的积压订单，最后2根柱子分别是2026年2季度和3季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projection 预测。那么我刚刚提到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新的积压订单，它们会被分配到第2季度和第3季度，其中第3季度是主要的，因为好几个大单都在第3季度。第1季度22.2亿美元的 backlog 金额，其实已经远超了前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而前一年的4季度也远超了前一年的3季度。所以啊，可以看到最近的3到4个季度 ，RKLB 它的订单都在增加，没有像早前那1、2年进入一个平台期。可能有朋友问，哎，为什么2026年2季度 backlog 积压订单我放的是差不多一样的数字呢？就是因为你以前的积压订单会被转化成 revenue， 对吧？根据上一次财报呢，火箭实验室说，22.2亿美元的积压订单，其中约30%多会在未来1年转化成 revenue， 那么平均下来大概就是每个季度2亿，所以呢，减少2亿转化成 revenue， 再增加2亿新的 backlog， 所以它总的 backlog 每个季度末2季度应该变化不大，但是3季度会有一个暴增，而且这28亿3季度 backlog 预估还没有包括接下来剩下的8月以及9月的订单，所以我们可以说2026年下半年 RKLB 的积压订单会爆发式增长。
以上我觉得已经足以说明 RKLB 的基本面了，积压订单不断，而且这些订单不只是 Neutron，它其实很多也是 Electron。当然，Neutron 对于这次股价是最重要的，这个我在后面会提到。不过我是想告诉大家，对于我们投资的这家公司 RKLB，它的基本面真的很不错，它不是凭空的空中楼阁。有这么多订单是好消息，但是也有不那么乐观、比较中性，甚至有的朋友觉得悲观的，那就是自一季度财报发布之后，也就是自5月到现在8月，应该3、4个月的时间了吧？RKLB 它的 Neutron 火箭发布的进度几乎没有，唯一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它的 Stage 2 engine，也就是这个需要在真空点火的 engine 发布了一个全引擎的好几分钟的测试，这个算是最大的消息了，其他消息几乎没有了。那么今天早上看到了它的河马嘴，也就是整流罩再次被拿出来，可能要做测试。这是一季度的 presentation PPT 啊，可以看到 Stage 1 engine 还没有 qualification， 还没有宣布至少。然后 thrust structure 这个下方这个结构也没有宣布新的消息。然后 Stage 2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是否要点火。之前的那个 Stage 1 tank 坏了，也没有消息，不知道造好没有。那么我现在比较确定的就是2级肯定还没有点火，因为点火必须要在室外进行，现在室外没有拍到任何东西。而1级的 tank 做测试必须要在室外，所以1级的 tank 最多只是重新自己 in house 做好了，之前破的那个是别人做的嘛，第三方做的。那么现在自己做，有可能做好了，有可能没有做好，但肯定还没有测试，因为测试必须在室外。所以我现在也摸不着头脑。我觉得 RKLB 是故意不想要 publicly 释放这么多消息，但是像1级 tank 的测试，像任何点火测试，包括我们期待的2级静态点火，以及未来的1级静态点火，都必须要在室外进行，这些是瞒不住的。所以对于接下来2季度财报，我对 Neutron 中子火箭的期待就是在电话会议上需要宣布1到2项这个进度图里面的重要的 milestone，比如说我关心了很久的 engine qualification， 这个我觉得真的应该宣布了。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1级 tank 要宣布，最好就是我们已经做好了，等待测试，对吧？最好也要宣布后面这个 Stage 2 2级静态点火会尽快进行。我觉得只有宣布了这些才比较有可能，或者说在年底发射的可能性会偏向更高，高于50%。如果2季度这里面什么都没宣布，还是说我们会尽快怎么样，那我个人肯定会觉得比较失望的啊。我们具体来看下周一盘后，也就是周二早上，到底有什么重磅消息？如果叠加刚刚电子火箭也好，中子火箭也好，卫星也好，这些积压订单 backlog 的暴增，叠加对于 Iridium 的收购，这个我觉得是利好的消息，再叠加中子火箭一些重要的 milestone 达成，我相信有较大的概率股价可以起飞。当然，这是我的期望，这是我觉得有可能发生的，甚至很有可能发生的。不过 projection 预测永远不可能100%，请大家做好自己的判断。然后呢，我用 AI 再结合一些比我更加资深专业的会员朋友们的信息，他们帮我做了一些纠正，做了几页 PPT。那么我为大家过一下这些 PPT 啊，3箭齐发。这3箭是哪3箭呢？ RKLB 的 Neutron， 还有就是 Terran R 以及 Nova。Terran R、Nova 它们分别属于相对论太空公司 Relatively Space 以及 Stoke Space。Stoke 这个词，我想到了那个儿童的餐椅，有一个很贵的儿童餐椅叫做 Stoke。这3家公司呢，他们都有中型或者说中大型火箭正在研发。其中 Neutron 43米 ，Terran R 86米，非常高啊。Nova 40米。这3个火箭，它们代表了稍微不同的技术路线啊。Neutron 非常典型的碳纤维，这也是它的难点所在，因为没有人用碳纤维做过这么大的火箭，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如果它的1级 tank qualification 完成，我会更加放心一点，因为目前来看，只有河马嘴完成了 qualification，但是河马嘴是整个火箭
受力它的强度要求相对较低的部分，所以不能以它为一个标准。Neutron 它的一级回收结构的运力是13吨，而中间的 Terran 2非常高啊，超过13吨的2倍了，33.5吨，我觉得比较厉害。其实这个相对论 （relativity space） 他们以前的卖点是整件 3D 打印，但是失败了，他们就认输了，认错，退回常规工艺，用可控的执行风险抢最大的运力市场。我是非常希望 Neutron 不要走这一步。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如果尽早的发现碳纤维不可行，那么做改正当然是好。不过，这对股价以及对于投资者的伤害将是灾难级别的。期待这次财报就是不要出任何这种技术路线上面的改变，因为那将不是几个季度的延后了，那可能是1年2年的延后。最后第三个 Stoke Space 的 Nova， 它是这3支火箭里面难度比较大的，因为它采用的工艺呢是有一些特别，不是完全复制粘贴别人的。它想要2级完全复用，而且2级用再生冷却金属热盾再入无防热瓦，这就是它比较难的地方啊。所以呢，如果 Nova 它这支火箭能够做成是非常不错的。不过目前来看，不管是 Terran 2还是 Nova，他们能在今年发射的概率其实都蛮低的。请注意啊，这2家公司都是非上市公司，所以呢，信息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官方发布的在 X 平台上一些信息去追踪。然后来到核心参数对比，其实在刚刚上一页我已经说了不少的核心参数的不同，这里看一下有什么其他重要的我还没有覆盖到的地方，我们再过一下。引擎方面，一级 Neutron 是9枚阿基米特引擎 ，Terran 是13枚他们的引擎 Ion R，然后 Nova 是7枚 Zenith， 所以啊，引擎的布置完全不一样，然后循环方式也不一样嘛。Neutron 是负氧分级燃烧 ，Terran 2是燃气发生器，然后 Nova 是全流量分级燃烧。推进剂方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关于发射场地基本上都好了吧 ？Neutron 是在去年它的 Wallops 弗吉尼亚的发射场地就好了，而公开报价方面呢，一般都是5000到6000万美元每次发射这个范围。这个范围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等新建它把价格打下来，可能这个价格就不具备竞争力了。到时候就看像 Neutron 或者 Terran 或者 Nova 这样的火箭，他们会去抢占哪一部分的利基市场。然后再看一下3枚火箭从去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的一些关键节点。Neutron 嘛，2025年8月 LC3 发射台落成。然后呢，年底宣布推迟了1年，然后呢，1月宣布1级 tank 水箱测试失败，然后呢拿到了一个大订单，5月的时候，这个是刚刚视频开头提到的，然后2026年4月，还是目前啊，在2季度财报之前维持的首飞目标。Terran 2以及 Nova 最近的进展都非常不错，这也是让很多 RKOB 的投资者比较心慌的地方。你比如说 Terran 2，6月2级Stannis 测试，7月1级结构测试完成，很快啊，刷的进度。Nova 呢也是6月1级原型鉴定完成，7月首飞发动机交付。反正就是这2家公司，他们的进度最近都很快。但是他们是非上市公司，他们所代表的风险以及他们能够承受的风险和像 RKOB 这样的上市公司不同。怎么讲呢？你就从资本运作来说吧 ，RKOB 它肯定作为上市公司更容易拿到资本，但是像相对论以及 Stoke 这样的公司，他们失败的风险所要承受的这种破产的风险是要大得多的，他们也非常急需通过不同的测试进度来吸引新的投资、新的资金。最后回到 Ace 自己本人对于 Neutron 今年首飞概率的判断，其实我相信仍然是大于50%的，我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只要管理层没有推迟，我就不想去通过目前有限而且最近更加有限的信息去做无端的猜测了，猜测也没有用。我说过很多次。K 线图是走出来的，走出来我们再去看，不要去猜下一根 K 线图怎么走。同理，不要去猜 RKOB 会不会推迟 Neutron，我们做好自己的仓位管理即可。说到仓位管理，我一直向会员朋友们说，最近
我自己 RKLB 的仓位目前确实有一些过重了。那么图里面呢，就是我自从 RKLB 150这边下来，跌到一个相对低点80开始加仓，然后它股价升，我加，它股价从升到100又往下跌，我又继续加，一直加到58这个最近的相对低点。然后7月30号那天之后呢，股价出现了一些反弹。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价格来到了75到80的区间。昨天盘中一度到80，不过收盘没能收上80，有点可惜。不过我认为目前已经站上了70这个最大的阻力。70是最近3-4个月或者半年一个重要的筹码峰。我觉得站上70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么回到刚刚说的仓位过重啊，我是很想它的股价能够反弹一波去进行减仓，因为我觉得假设接下来有一些灾难性的新闻，比如说2季度都宣布中子火箭推迟，或者是2季度之后某一天3季度左右宣布推迟，我的仓位如果在这段时间没有能够慢慢减下来，那么我的收益将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我已经知道了有这个风险，但是我选择在财报之后再做决定，好吧？这是告诉大家目前 AS 的持仓，我过去的买入，以及我有意识到自己过高仓位带来的对于今年收益以及整个账户健康的风险。然后呢，也带大家看一下最新的 RKLB 机构持仓 ownership。这张图我昨天看到朋友分享给我的，是一个专业的付费网站上面截屏的。看到之后，我们都很激动，为什么？可以看啊，最后3根线，特别是最后一根柱子，明显的抬高了，是吧？这是26年7月，然后回到26年1月是这里，可以看到26年1月之前，其实绝对的股数变化不大，当然了，百分比还是在增加的，因为整个总股本的池子在增加。请注意啊，左边是绝对的机构持仓的股数啊。那么对应的26年7月这一根突然向上的柱子，它代表的股数是400千再乘以1000啊。它对应的百分比大约是67%，67%就来到了历史上从 RKLB 上市第一天到今天最高的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机构持仓比例，也就意味着机构怎么样？机构在吸筹嘛，对不对？从6月倒数第2根柱子，或者倒数第3根到7月，这个股价低位的时候，机构一直在买。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股价啊，6月份是这儿开始的。也就是相对高点150下来130，然后一路跌到6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大概就是80多的价格，再到7月底60左右的价格，所以6月、7月越跌机构越买，累积到现在8月初或者截止7月底的官方的信息，67%的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这个是好消息吗？我觉得当然是。机构在做多，他们买了这么多的仓位，他们不会现在再像我之前猜测的，有可能去做空了。那么这是一个辅助参考信息啊，不能作为你投资的唯一依据。但是67%的机构持仓，对我对未来的股价判断而言是好事情。然后视频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还是回到 SpaceX 和 RKLB 的营收市销率这张图。但是在说这张图之前，我想要明确告诉大家，现在这张图的意义越来越小了。因为当 SpaceX 宣布自己的2季度财报之后，当我做了2026年408亿，2027年接近1500亿营收的预估之后，你们就会发现 SpaceX 它 AI 的成分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业太空。无可否认，商业太空是一个基础，它的 Starship 是基础，但是从财务数据的角度，它已经是一家 AI 公司了。那么你将一家 AI 成分公司为主，的 SpaceX 和 RKLB 比较纯的商业太空公司进行比较，我觉得和以前相比了，它比较的可参考性就不大了。Anyway， 还是看一下数据吧。SpaceX 我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视频都说过了，26年底36倍的市销率，27年骤降到10倍市销率，而 RKLB 呢？
市销率要高一些了。26年底47比36要高，27年22倍的市销率比10要高。但是27年市销率22，我觉得已经相当低了啊。如果你非要这么去比，现在的 RQB 是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但是我未来不会以这个为唯一的参考，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仍然重仓，仍然 RKOB 的仓位高过 SpaceX。这里呢就简单聊一下关于 RKOB 和 SpaceX 仓位的配比。我告诉一个会员，他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去考虑 SpaceX 和 RKOB 的持仓比例？我的回答是1:1。也就是说，目前我的 RKOB 仓位远高于 SpaceX，这不是我未来的长期想要去达成的配比方向。SpaceX 在我心里是目前，不要说整个商业太空板块了，就整个美股我最想要投资的，特别是现在这个价格，对吧？非常有吸引力。我在我的 SpaceX 二季度财报分析视频也跟大家阐述了非常明确的观点，还没有看的话去看一下。因为我想要投资商业太空，我又想投资 AI，那 SpaceX 就是一个完美的标的嘛。相信和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一样，都有这种认识，这就非常对我们这样的投资者的胃口，对吧？何况它还是马斯克的公司。所以回到刚刚的 RQB 仓位过重的担忧吧，我是希望接下来财报会成为一个催化剂，让股价站上一个新的高点，我可以慢慢的去做减仓。因为商业轮加仓呢，价格基本上是平均下来吧，是70多、75左右。现在的价格夜盘76.9，接近77，所以即便我现在去卖，我也不亏的。我的加仓甚至还小赚的，但是我还是目标高那么一点点。我希望等到星期一盘后财报去看情况，对吧？再做决定。如果真的出现不好的消息啊，先把最坏的情况想一下，股价下跌了，那大概率我不会卖，只是我不会再加仓了，因为确实没有能力加仓了，对吧？除非出现它跌是一些 irrational，就是不太合理的、不太理智的这种市场的行为才去做。你比如说中子宣布延期跌了，那就该跌嘛，对吧？我就不会去加仓了，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不同的社交媒体和通过不同的平台加入我的会员，包括 YouTube 平台、Patreon 平台、哔哩哔哩 B 站和 X 平台。其中会员可以通过 Patreon 以及 X 平台加入，在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哔哩哔哩加入我的微信群。感谢大家，我们下周一盘后周二早上见。